就问说，医师，我的鼻息肉好大，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治疗？那我们其实欢迎大家来到黄医师的平台。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又出现了。那今天来就是分享一个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超级频繁的。那不管是网络留言，还是私讯，还是病患来到诊间，大家非常常提到一个东西。很多人一坐下，第一句话我就问说，医师，我的鼻息肉好大，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治疗？那我们其实听到的第一个脑中就要先打一个结，就说，真的是鼻息肉吗？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为什么？好，所以说跟鼻息肉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构造是什么？它就叫做鼻甲肉。所以多数人其实他包括鼻塞、过敏、鼻水，它其实都是鼻甲肉的问题。那鼻息肉它是属于病变组织，那个是需要有内视镜诊断，然后需要有电脑断层，然后甚至有病理化验，我们才可以确定说你有鼻息肉。所以绝大部分你镜子就看得到的里面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鼻息肉。OK， 那具体上它到底是差别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哈。我们请我们的安妮出场。所以人体的鼻腔它其实有两个部分，那下半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的通道，包括下面这个叫做下鼻道，中间这个叫做中鼻道。所以这个部位只要它堵塞，我们的呼吸就很困难。那我们的鼻塞的改善主要也是这些位置。那在鼻腔的上半这个位置其实就像鼻腔的2楼一样。这个主要是跟嗅觉有关。那这个嗅觉包括说我们这边这个叫做中鼻甲，这个叫嗅觉区，这边叫颅底，这边就是大脑。所以这边如果有部分异常，有构造的异常，那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影响最主要是嗅觉。那常常会分泌一些浓鼻涕、黄绿色的分泌物，还有一些臭味，那甚至一些脸部胀痛。所以这个是属于上半的症状。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误称叫做鼻息肉。鼻息肉它其实最常就是出现在上半的地方，所以说它其实长出来的位置常常都是在这个我们叫做中鼻甲和我们的上鼻甲的内侧、外侧这部分，它的鼻息肉是需要用内视镜才看得到的。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如果从正面来看，我们鼻孔看进去，鼻孔在这里，我们对应到里面的地方，其实也不过就是这边，就是这一区。所以说大家从鼻孔用镜子看得到的，其实就是叫做下鼻甲肉，你是看不到我们的中鼻甲跟我们的鼻息肉的。那实际上患者他会觉得说他有鼻塞，我们就会用内视镜伸进去看。第一步进去看到有一块肉很肥厚在这边，有时候是圆圆的，有时候是红红的，有的时候甚至会凸出来到鼻孔看到。这个我们绝大部分就是下鼻甲肉，就是我们看到这边这个54号。所以不要再说自己的鼻息肉很大块了，其实你是下鼻甲肉，你看得到的几乎都是下鼻甲肉。那当然专业的医师听到你说鼻息肉，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就算我们知道说90%以上都是下鼻甲肉，我们还是会用内视镜伸进去。那我们主要就是要看这个叫做中鼻甲的这个沟，还有这个鼻道，还有后面这个叫做蝶窦的开口。我们只要确定说这几个部分其实没有长什么东西 ，OK， 你其实就是下鼻甲肉。那实际上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差异。如果是下鼻甲肉造成的鼻塞、鼻水，那我们其实可以很多方式，包括说用药物治疗，效果很好，或者是手术改善，它可以用微创门诊手术，不用住院，当天手术其实就可以回家，而且改善效果非常的好。但如果是我们真的是鼻息肉，鼻息肉就出现在这边，再出现在深处，这个几乎都是要做电脑断层，要考虑用手术改善，那手术甚至要全身麻醉，那还要再多次的回诊。而且这个部分的息肉真的有了之后，其实这是一种体质，它其实还蛮容易复发的。所以这个整个诊断的差异会导致治疗和后面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OK，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说明，大家有没有比较了解鼻息肉跟鼻甲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下次我们如果要看医生，最正确你可以说症状，就说医生我有鼻塞，我有鼻水，我晚上睡觉会觉得鼻子就塞住了。你如果说鼻息肉，医生脑中会先打结一下说好，应该是鼻甲肉，然后我们内视镜再帮你做一个正确的诊断。